天哪，好大的一张弓啊！怪不得当今人说你定力过人呢，堪称是当今的项羽。郎中令刘璋，你的职责是尽心尽力，确保宫廷的安全。记住了，你保的可是大汉朝廷啊！末将明白。他是刘邦最狠的孙子刘璋，为了维护大汉江山的正统，他竟不惜在之后的诸吕行动中杀了自己的妻子和丈母娘。自从刘璋娶了吕雉的侄女后，便深得这位太皇太后的信任，不仅封他为朱虚侯，还将统领皇宫禁军的郎中令职务交给了他。可尽管吕雉对他恩宠有加，但在刘璋的心中依旧只忠于大汉朝廷，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不过是吕家的一条看门狗。这天，他参加了吕氏一族的宫廷 party， 怎料宴会非但没有自己的席位，反而让他来负责保卫这群酒囊饭袋的安全，甚至期间还遭到不断羞辱。哎，郎中令，听说你会跳盘古舞，给我们来一段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来一段，来一段。作为堂堂汉高祖的亲孙子，刘璋没想到自己竟会沦为吕氏族人的享乐工具，但他并没有拒绝众人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出气的办法。接着便提了一个小要求：我斩一士，诸位就得饮酒一樽，如何？可以啊，来！眼看吕氏族人爽快答应，刘璋紧接着又说出一条规矩：如果最后有人喝不下酒，就一定要受军法处置。好，军法从事，军法从事，谁怕谁来！虽说吕氏族人都答应了，但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于是刘璋便请示了吕雉的看法，而吕雉认为他们只是小打小闹，便没多想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你们尽兴的玩吧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估准了。有了吕雉的首肯，刘璋当即开始大秀武技。只见他身形轻盈，上下翻飞，果然绚丽。众人见此也立刻开始饮酒。刚开始刘璋还跳得比较稳健，吕家人喝酒也能跟上。可随着刘璋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就有一个人喝不下去，准备逃离。刘璋见状，立马抓住了机会，就令卢山，偷袭者斩。刘璋的做法让众人瞠目结舌，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真敢当着吕后的面杀人。吕雉更是气得小脸发黑，可这位太皇太后却不敢责罚，毕竟自己刚才答应可以军法从事。二姐，刘璋到底是信任我，跟我吕家不同的。经此一事，吕雉便越发的心力交瘁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明白过来，刘吕两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彻底恶化。可由于自己封了太多娘家人为王，现在的局面他已无法控制。而另一边的陈平周勃听闻刘璋杀了吕家人后非常高兴，便立马设宴款待了他，还对他的果敢大肆夸奖。朱虚侯不愧为先帝的孙儿，来，咱们干了这一尊。来，就在众人喝得醉醺醺时，周勃便开始试探着询问刘璋如今太皇太后的身体状况，而刘璋也没藏着掖着，他表示吕后腋下毒瘤愈发加重，每晚辗转难眠，疼痛难忍，只怕没多长时间了。一听这话，陈平立马抛出关键问题：这万一太皇太后有何不测，朱虚侯打算如何？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朱虚侯以为那吕禄吕产又当如何？还用说，他们肯定会先发制人，大开杀戒。杀戒，十之有九。他敢！周勃话音刚落，刘璋便拿出了哥哥刘襄的亲笔书信，并表示只要吕雉归天，他们齐国就打响第一枪。而且他们早已和其他刘姓封王达成了一致，只要吕雉一死，他们就会直逼长安。陈平闻言激动万分，于是立马向刘璋画起了大饼，等平叛诸吕后，他一定会向新帝举荐刘璋当上赵王。一听到这话，刘璋瞪大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要知道赵国是现在大汉最富丽堂皇的封地，如果真当了赵王，那自己就和大哥齐王刘襄占据了大汉的多半疆土。于是不敢相信的他再次询问陈平此话当真？当然当真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郑太尉，对，就这样，两个老滑头一唱一和，成功忽悠住了刘璋，让这位年轻的后生开始卖力的对付诸吕。而反观一旁的吕家人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他们知道如今自己的权力都是吕雉给的，等吕雉死后，他们必将会遭到刘氏的清算，所以便提前商定起了对策。负责掌管禁军的吕禄已经将30万人马全都调到了城外，时刻等着吕雉驾崩发动谋反。朝廷大军在我们手里，那空有头衔的太尉周勃和足智多谋的陈平，岂不成了沙滩之龙、平川之虎？至于刘璋嘛，一旦太皇太后有所不测，就
与此同时，吕雉的生命也进入了弥留期。此时他躺在南宠沈一基的怀里，身边却没一个儿女的陪伴。毕竟儿子被他气死，女儿也被他逼疯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不后悔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够了。最终，吕雉在沈一基的怀中病逝，享年62岁。吕雉，这位给中国历史留下太多故事的女人，明朝称制8年后，与公元前180年病卒。而随着吕雉驾崩，吕氏家族便立刻开始行动。他们本想密不发丧，等将刘氏诸侯王各个击破后便可取而代之，但不想谨慎的刘璋却从傻白甜的老婆口中套出了消息，于是通过走狗传书将事情告诉了陈平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随后，他立马派人800里加急将消息告诉各地诸侯王，而刘姓封王得知消息后，不做耽搁，当即发兵直逼长安。至此，刘吕夺权大战一触即发。